上辈子我是从山河4省千万考生里卷出来的律师，啃过的法条堆起来能压死人，却因为一次车祸命丧取证的路上，在睁眼时竟成了豪门真千金。还好上一世的法律知识分毫不差，全都在脑子里。这里是50万，签了它，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果然和我预想的开场分毫不差。姐姐，你别怪爸爸妈妈，都是我不好，是我占了你的位置。苏眠，痛快签字吧，50万够你这种人安稳过一辈子了。你要认清现实，我们苏家不是你该攀附的。攀附？作为我生物学的母亲，你管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女儿叫攀附？上辈子我经手的案子，标的额后面0都比这多。秦女士、苏先生，首先纠正一点，不是我打扰你们，是你们通过第三方机构，经过 DNA 比对，主动找到的我。从法律上讲，这叫寻回，主动权在你们手里。现在就别在我面前装无辜了。没规矩的乡下丫头，怎么敢这么跟我说？其次，关于这份声明书，根据法典第143条、第153条，结合我方当事人，也就是我此时涉世未深，且与协议相对方存在显著的社会地位悬殊，在未获得独立法律意见且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的前提下签署的放弃重大权利的文件，极大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可撤销。最后，关于这50万，这笔钱或许能在小县城付首付，但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海城法院近年抚养费纠纷判例倾向，结合苏氏集团过去18年平均利润、家庭日常消费水平，以及苏婉在贵族学校、海外游学、奢侈品消费等方面支出，你们欠我的抚养费大概在这个数字的1000倍左右。1000倍？5亿？你疯了吧？就这我还没算精神损害赔偿呢。所以这份协议我不能签。让他住下。这就是那个乡下来的。秦总说了，只是暂时让他住下。行了，别理这种一身穷酸气的乡巴佬了，干活去。正好，我也乐得清静。职业习惯，既然这一家都不是什么善种，那我就先好好摸摸苏氏集团的底子。姐姐，晚上家宴，介绍你给几位叔伯认识呀。好啊，笑得这么灿烂，不知道他又打的什么主意。对了，姐姐，你有那种比较贵重的首饰，用来搭配礼服吗？哎呀，不会没有吧？其实妈妈衣帽间倒是有很多，但是妈妈不喜欢别人私自进去。姐姐你可千万要记住呀。来了，先铺垫，强调我没有首饰，制造这种贫富落差的氛围，然后把我这个一无所有的乡下女孩预设在嫌疑人的位置上。我没什么首饰，但也不要紧，我不戴就是了。那我在外边等你，姐姐。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这刚找回来的真千金，怎么看着一股子局促劲儿？可不是，看着真是丢人，一股子穷酸味儿。妈妈，您今天出门前不是说要带那条刚从佳士得拍回来的钻石手链吗？是啊，明明上午还看见在那儿放着。天哪，会不会掉在哪儿了？妈妈，那条手链可是爸爸送您的生日礼物，值3000万呢。这铺垫了这么久，大戏总算开场了。会不会是姐姐没有能搭配礼服的首饰，所以才……那可是3000万啊！这乡下丫头说不好真是没见过世面，手脚不干净。苏敏，是不是你拿了？够了，有什么话回去再说。
爸妈，我突然想起来，下午好像只有姐姐一个人去过3楼，会不会是姐姐没有能搭配礼服的首饰，所以才……各位，首先，根据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们指控我盗窃价值数千万的财物，已达到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属于严重的刑事指控。若罪名成立，量刑在10年以上。姐姐，你在说什么呀？吓死人了！我只是担心，又没说是你拿的。下午你刻意在佣人面前说我没有首饰，又故意告诉我首饰都在衣帽间，现在又在家宴上引导众人关注首饰丢失，并提起我下午去过3楼的行为，这已经构成了明确的指向性诬陷。爸爸，我没有。其次，关于我下午的行踪，为避免因身份敏感引发误会，我在苏婉小姐下午找过我以后，于3点20分至4点整，在我居住的2楼卧室内，用手机录制了一段不间断的、带有时间差的视频。画面显示，我确实一直坐在客房窗边的小桌前看书，期间未曾离开房间半步。而且，这段视频已同步加密上传至国内的电子证据保全平台，可随时调取查验。苏先生，我的视频足以证明，在所谓的钻石项链失窃的时段内，我并无作案时间。第三，苏婉小姐，你明知我有不在场证明，却仍在公开场合进行暗示性指控，其主观恶意明显。鉴于该行为已对我名誉造成实质性损害，并企图使我陷入重大刑事风险，我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如你现在再不解释清楚，我将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起名誉权侵权及诬告陷害的刑事自诉。胡闹！一条手链也值得大惊小怪，肯定又是哪个保姆收拾的时候不小心落在哪里了，还不快给你姐姐道歉！对不起，姐姐，我只是太担心妈妈了，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你的道歉我听到了，但我不接受。鉴于此事性质严重，口头道歉不足以保证我的安全，我要求从今日起，未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进入我的房间。同时，我希望苏先生能出具一份书面保证，承诺类似诬陷事件不再发生。我是你爸，我还能骗你不成？如果你不答应，我将视为苏家纵容诽谤，并采取一切法律手段维权。可以，都依你这总行了吗？老苏啊，你家这大女儿真是后生可畏，连刚才故事的人过来串场都夸她有灵气。是啊，以后这种商务宴请你可得经常带上她，让我介绍给年轻人认识认识，可别藏私啊。叔叔伯伯过赞了。姐姐真是风光啊，才回来几天就成了爸爸的门面了。不过山鸡就算插上几根羽毛也变不成凤凰，爬得越高，小心摔下来的时候越惨。是吗？那也比某些人要好，德不配位，站在高处却心慌腿短，整天想着怎么把别人推下深渊，多贱呢！苏明，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苏小姐，久闻不如一见，刚才听几位朋友提起你，特意过来敬一杯。我倒要看看身败名裂后你还能不能这么疯狂。抱歉，我失陪一下。怎么回事？谁给我换的衣服？
醒了。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你和我……这句话应该我问你，苏小姐，半夜穿着睡裙出现在我客房床上，苏家就是这种家教？显然他认定是我主动爬床。苏婉这是不仅想让我被苏家扫地出门，还想让我得罪海城最不能得罪的顾燕青。顾总，我是被人打晕送进来的，失去意识前我在2楼洗手间，穿的是晚礼服，而不是这件衣服。你自己信吗？第一，如果我有意勾引，至少该知道您的主卧在哪儿，而不是躲在明知道您不会出现的客房里，这不符合逻辑。第二，我后颈有钝痛，小腿外侧有明显的拖拽擦伤。顾总，这像是自愿爬床的样子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真有本事神不知鬼不觉潜入您的房间，我为什么不直接在您的酒里下药？用这种漏洞百出、极易被拆穿的方式爬床，我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披上。你就是苏家那个刚从乡下找回来的女儿，有点意思。爸妈，姐姐会不会是喝多了不舒服，走错房间了？我刚才好像看到她往这边来了。啊，好像就是进了这一间。姐姐，你就算再嫉妒我，再想攀高枝，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你怎么偷偷跑到顾总房间来？居然敢爬顾总的床，想攀高枝想疯了吧？这要是传出去，我们苏家的脸，顾总的名声就全毁了。姐姐，你太糊涂了！我早就看出你不安分，婉儿，你别为他说话，这种不知廉耻的贱人，就该滚乡下去！顾总，万分抱歉，是我家门不幸，出了这等丑事。顾总放心，我立刻把这丢人现眼的东西带走，绝不脏了您的眼。等一下，顾总，既然这件事牵扯到您的名声和苏家的脸面，能否允许我现场验证一下苏婉小姐刚才那番指控的真实性？姐姐，证据就在眼前，你还要验证什么？难道是我和爸妈合起伙来冤枉你吗？苏眠，你还嫌不够丢人吗？顾总面前轮得到你在这狡辩？苏婉指控我为了攀高枝，自己偷偷跑进来勾引。那么，假设我是自己走进来的，哪一处的地面能在我赤足行走时，恰好只在我小腿外侧造成擦伤，而脚底和其他部位却毫无痕迹？对啊，这地毯这么软，踩上去跟云朵似的，怎么可能蹭出这么大的口子？还是说，苏家在海城顶级酒店的客房地毯下，专门只给我一个人埋了钉子？我怎么知道？也许是你来之前在外面弄伤的。或者换一种思路，有人从背后打晕我，然后将我拖进来。我的小腿外侧在楼梯边缘摩擦，从而留下这种痕迹，而我的脚底因为未接触地面，所以干净。我的小腿外侧在楼梯坚硬的边缘反复摩擦，才会留下这种典型的拖拽痕，而我的脚底因为全程没有接触地面，所以干干净净。顾总，您认为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更符合现有的现场痕迹？这能说明什么？苏眠，你一向心机深沉，说不定是你为了进顾总的房，故意弄伤自己，好污蔑别人。这种自残的苦肉计，你以为大家看不出来吗？故意弄伤自己。这件睡裙尺码明显不对。苏婉，你说我是勾引，那我衣服总该找一件性感勾人的吧？请问我为什么会准备一件完全不符合我尺寸的睡裙？一个处心积虑意图勾引顾总的人，特意穿一件不仅不合身，甚至显得滑稽的睡衣来增加情趣，这逻辑合理吗？也许是你偷的，对，一定是你偷了顾总准备给客人的新睡衣，你怕被人发现，随手抓了一件就穿上了。哦，顾总，请问您顾总的客房里习惯性常备这种尺码偏大的全新女士睡裙吗？顾总，
这难道是您的某种特殊癖好？不会，客房用品均为统一规格，并无此类义务。妈，你快帮我说句话啊！我真的看到他。苏眠，你……最后一个问题，顾总，能否请您让管家立刻调取酒店2楼走廊从晚宴9点半之后的监控？去。顾总，9点半后的监控已经全部调取。播放。快看，那是苏眠小姐，那两个人要干什么？苏小姐，你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口中迫不及待去勾引顾总的我。不，这不是真的，这画面肯定是合成的。苏婉，我也很好奇我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顾总，现在来看，更符合绑架入室的情况。提问结束，逻辑、物证、人证，苏婉，证据链闭合了。所以那两个能避开安保、精准换装、指挥若定的佣人，背后的主人又是谁呢？哎呀，这题好难猜啊，你说呢？我不知道，这监控是假的。苏眠，一定是你找人合成的，你想害死我，对不对？你女，闭嘴！把那两个佣人找出来，你知道怎么处理。苏董，看来今晚的事需要您好好处理了。我不希望顾家的地方再上演这种且冒犯我底线的戏码。顾总，万分抱歉，是苏家家教不严，惊扰了您的清静。这等丑事，我一定彻查到底，绝不姑息，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不止我，苏董，你更需要给苏眠小姐一个交代。生意人却家宅不宁，会让人怀疑苏家的合作能力。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回去！苏梅小姐，今晚这场戏我替你撑了腰，清了场，你欠我一个人情。顾总说的对，像您这样时间宝贵的人物，最厌恶的就是卷入这种无聊低级的家族纷争。所以您说的人情，我现在就还。你竟然把这东西直接给我了？这是苏氏集团近3年虚假财报底下真正的现金流走向。顾总，您是行家，如果这份东西被戳穿，或者被递给审计，后果您应该比我清楚。苏敏，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苏宏远虽然荒唐，但他名义上还是你亲生父亲。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等于亲手递刀子给我捅你父亲，捅苏家。苏家，顾总，从我刚才被打晕扔到您床上那一刻起，您就该明白了，在这个所谓的家里，除了冰冷的利益和想置我于死地的恶意，什么都没有。苏家对我来说，无异于龙潭虎穴。既然他们想要我消失，那我也得为自己选一个合格的盟友。有了刚才这些东西，您和苏家都在争夺的城东那块地，无论苏宏远私下耍什么手段，最终的赢家都只会是您。有意思，看不出你一个小姑娘算盘打得比商场那些浸润了几十年的老胡头还精。这就完了？苏敏，你费这么大劲冒着粉身碎骨的风险拿到这些绝密，就只是为了便帮我拿下一块地？顾总果然通透，帮您拿地只是投名状。说吧，你费尽心机送我这份礼，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终于到了这一步，与其摇尾乞怜求苏家那点可笑的亲情，
不如直接掀了他们的饭桌。第一，我要你帮我拿到苏氏集团。想当苏家的家主？苏小姐，你现在的处境可是连苏家的大门都快进不去了。所以才有第二条，我要你跟我联手，把那个碍眼的假千金，连同他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肮脏手段一起彻底清理出去。我要他在苏家，在整个海城再也翻不起一丝浪花。我要他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野心不小，敢在顾家地盘跟我谈股权和名誉的，你是第一个。成交。是不是苏家？我看老苏最近带苏棉见了不少合作伙伴，这丫头手段利落，不像是善茬。那又怎样？秦雅芝可不认她，在苏家没有当家主母的支持，她就算进了公司，也不过是个干活的主。苏太，祝您生日快乐！今日苏家高朋满座，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最近商界圈子里有些风声，说苏董似乎更属意刚找回来的大小姐苏棉参与苏氏核心事务，甚至有传言说苏氏未来的继承人序位可能会有重大变动。不知作为苏太太，您对这两个女儿的未来规划怎么看？这位记者朋友的消息倒是灵通，我们苏家一向公正，继承人这么大的事，自然是各凭本事。我作为母亲，对两个孩子自然是一视同仁。从来没亲口说过要把什么单独留给谁。一视同仁，这话什么意思？不过嘛，有些事儿强求不得。苏棉这孩子毕竟是在乡下长大，缺失了20年的家族熏陶，无论是见识、眼界，还是待人接物的分寸感，都还需要时间去慢慢打磨。不像我们婉儿，从小跟在我们身边耳濡目染，不仅知书达理，那份处理事务的能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不是突击学个几天就能补回来的。妈妈，您别这么说，姐姐也很努力的，虽然有些礼仪姐姐确实还不习惯。各凭本事，既然这么说了，希望待会儿大戏开场时，你还能记得这2个字。听听秦太太这话说的透彻，血缘再亲，没见过世面还是扶不上墙。我要是这真千金，现在就该找个地缝钻进去，丢人现眼。秦女士说的对，苏家的继承人的确要看能力，更要看品行。但是根据法典继承篇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册中关于股东资格和董事高管任职资格的精神，如果继承人存在欺诈，或者其身份本身涉及重大瑕疵，那么他的继承资格或管理资格是可以被依法剥夺的。你什么意思？比如果某位继承人并非婚生子女，且其生父身份存在重大隐瞒或欺诈，导致其名义上的父亲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了长达20年的抚养义务，那么从法律道层面来看，这个继承人的资格恐怕就不只是打磨的问题了，而是需要重新评估，甚至彻底作废。苏棉，今天是你母亲的生日宴，你扯这些莫名其妙的法律条本是什么意思？这里是苏家庆典，不是你卖弄学问、胡言乱语的地方。你到底想发什么疯？还不快闭嘴！宏远，你听听，他这分明是在咒我们苏家没后，咒婉儿没资格。这种白眼狼就该立刻赶出去。姐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看看场合，今天可是妈妈的生日，你是不是真的喝多了？老苏，你这大女儿怕不是在乡下可野惯了，竟然在这么大的日子满嘴胡说，这是要毁了苏家的根基啊！这瓜可太大了，什么叫并非婚生子女？难不成这苏家养了20年的心头肉，是个野种？你别说，仔细看看苏婉的鼻子眼睛，
确实跟老苏长得不像，倒是秦雅芝。苏眠，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立刻滚出去，否则我让你这辈子都回不了海城。秦女士，你这么急着想让我闭嘴，是怕我说出那个名字，还是怕这20年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泡影？苏眠，你给我闭嘴！保镖死哪儿去了？把这个疯女人抓起来！快！秦女士，如果你觉得法律条文离你太远，那我就说明白一点。苏先生，如果让你知道你捧在手心里疼爱了20年的宝贝女儿苏婉，其实根本不是你和秦雅芝生的孩子。我的天，这要是真的，海城的天都要塌了。不是的，爸爸，你信我，他是嫉妒我。苏眠，我要杀了你，你这个疯子！苏眠，你敢为你的话负责吗？苏先生，如果你觉得苏氏的继承权、苏家的百年师业都值得给个来历不明的野种陪葬，那你就尽管当我在胡说八道。秦女士，你觉得苏先生在知道真相后，还会让这个苏婉留在苏家吗？还会继续让你这个背叛他的女人坐稳苏太太的位置吗？苏小姐，请为您刚才的话负责。您指控苏婉小姐是私生女，是否有实质性的证据？苏董知情吗？拍，快拍！焦距对准苏婉和秦太太的脸，这可是年度最大的豪门丑闻。我的天哪，我听到了什么？苏婉不是苏红染的亲生女儿。如果这是真的，苏家这20年不是成了全城的笑柄，替别人养孩子还捧在手心里当宝？你看秦雅芝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哪还有半点寿星的体面？苏眠敢在这种场合说，肯定是有备而来。苏眠，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疯了吗？爸，你听听他在说什么？他想毁了我们苏家，这是诽谤！妈，你快告诉大家，他疯了，他在害我！苏眠，我看你是失心疯了！为了争宠，为了苏家家产，你竟然连这种下三滥、丧心病狂的污蔑都编得出来！你简直是苏家的耻辱！你记恨红颜，你听见了，你亲耳听见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丫头就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她恨我偏爱婉儿，恨我没带她回苏家，所以她才选在今天，选在我的生日宴上，故意编造这种下地狱的谎言来报复我。红颜，她是想气死我，想毁了苏家呀！爸爸，如果姐姐这么恨我，我走就是了。求你别生气，别听她胡说。苏先生、秦女士，还有苏婉小姐，这种时候，眼泪是最没用的法律证据。你们这么急着说我诽谤，那不如让苏董亲自看看，到底是我在胡说八道，还是你们苏家已经从根子上烂透了。红月，你看看她，你看看你亲手接回来的这个好女儿，她手里拿着几张废纸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这么污蔑我们母女啊？我秦雅芝嫁进苏家20年，为你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到头来竟然要被一个乡下丫头当众指着鼻子骂不守妇道。红月，你如果不给我做主，我今天就撞死在这大厅里，以证清白。爸爸，求你别怪姐姐，姐姐她恨我，我知道，她恨我占了她的身份，恨我得到了原本属于她的宠爱，这些我都认了。只要姐姐能开心，我把什么都给她。可她怎么能这么说妈妈？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爸爸你是最清楚的呀。她怎么用这种肮脏的话来羞辱我，说我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姐姐，你就算再想要继承权，也不能拿妈妈的声誉开玩笑啊！这苏眠确实过分了，就算想争家产，也没见过往亲妈头上泼这种脏水的，这心肠得有多狠啊！我看他就是在乡下待久了，沾了一身的流氓习性，
这种指控要是拿不出证据，那就是赤裸裸的刑事诽谤。快抓拍苏眠的表情。苏眠，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撤不撤回你刚才那些疯话？我看你真是没教养到了极点。苏先生，愤怒和耳光解决不了银传学上的客观事实。秦女士、苏婉小姐，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在胡说八道，说我在卖弄学问。那么，由正规鉴定中心出具带有法律效力的科学证据，你们信不信？苏婉，你刚才说我恨你，说我嫉妒你。既然你说这是诽谤，苏先生，既然您觉得这是污蔑，那不如您亲眼看看 DNA 报告，看看他流的到底是不是苏家的血。快，给文件袋一个特写，真相就在里面。过去这半个月，入进苏家，其实有过一个挺天真的念头。我原本以为，作为被找回的亲生女儿，我能在苏家找到一点所谓的家的感觉。可惜家的感觉没找到，倒是在苏家那光鲜亮丽的皮囊底下，翻出了一堆令人作呕的不堪入目的真相。这份是我在苏家期间利用职业便利搜集到的头发、皮屑等生物检材，分别委托了海城3家完全独立、具备最高司法鉴定资质的机构连夜赶制出来的。第一份，这份报告证明我苏眠与苏红远先生、秦雅芝女士的生物学父女母女关系完全成立，概率为 99.99%。换句话说，我是苏家唯一的真千金。你这个逆女，你到底要说什么？你有血缘又怎么样？婉儿才是我养大的孩子。秦女士，别急啊。既然确认了身份，你就该安分守己，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闹得全家不得安生。苏眠，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亲生的，就更该明白婉儿也是我们苏家的骨肉。你弄出这些东西，非要逼死我和婉儿才甘心吗？秦女士，别急着扣帽子。我刚才说了，问题不在前2份报告，问题出在这一份。这一份是鉴定苏婉小姐与秦雅芝女士的生物学关系的，结论显示，母女关系同样成立。苏眠是亲生的，苏婉也是秦雅芝亲生的，那这不就是双胞胎吗？不对啊，老苏，你家当初丢的不是一个吗？苏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苏先生，您是聪明人，秦女士是苏婉的生母。这份报告里显示，苏婉小姐的生物学父亲和苏宏远先生您的 DNA 序列，连1%的重合率都达不到呢。苏小姐，您的意思是秦女士婚内出轨，苏婉小姐是私生女？快快，老苏的脸绿了，快对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这样的，宏远，你听我解释。假的，这鉴定绝对是假的。宏远，你别听他的，他这是要逼死我，他要毁了苏家。秦雅芝，3家鉴定机构的公章，难道全海城的法医都被苏眠买通了？你告诉我，为什么苏婉是你的女儿？宏远，你忘了吗？当年我们的亲生女儿走丢，我整日以泪洗面，差点疯掉。是你心疼我，才同意我们去孤儿院收养一个孩子，填补空位。婉儿，她是我们收养的孤儿啊！收养的孤儿，那
刚才那份报告怎么解释？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苏婉和秦雅芝有血缘关系，难道收养的时候还能精准匹配到亲女儿？这巧合也太巧了！全世界这么多孤儿，偏偏能抱到一个长得像苏棉，还是自己亲生的。这秦太太当大家是3岁小孩呢。他只是碰巧长得有点像苏棉，对，我看他长得像，觉得是缘分才选了他。红月，你相信我，这报告一定是苏棉买通了鉴定机构做的，他就是想让你把我赶走，好独吞苏家的家产。爸爸，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以为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就算真的像姐姐说的那样，我也是受害者。我只认您一个爸爸，这20年是我在您膝下尽孝，是我在您生病的时候守着您，难道这血缘就真的比20年的感情还重要吗？姐姐她恨我，她想让我死，可我真的没想过要抢她的位置。爸爸，你不能因为几张莫须有的纸就不要我儿了。李东，收养的秦雅芝，收养能收养出亲生血缘来？你当我是傻子，还是当全海城的人都是白痴？秦女士，苏婉小姐，你们的台词功底确实不错。一个编造收养的谎言，试图掩盖通情的事实；一个利用感情勒索来模糊血缘的真相。你给我闭嘴！你这个小可爱，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要毁了这一切？红源，你把他赶走！收养的孤儿碰巧长得像我。秦女士，你编剧本的天赋如果能分给苏婉1分，她今晚的戏演也不至于演得这么漏洞百出。那这1分，秦女士，你又该如何解释？苏先生，看仔细了，看看您这20年到底是在为谁养孩子？这份是鉴定苏婉与另一位男性的生物学父女关系，成立，概率99.99%。苏小姐，那位男性是谁？快说！而这位生物学父亲的名字，苏先生应该很熟悉，他叫王大海，也就是那个10多年前因为意外离职，曾经为您开了5年车的专职司机。司机？苏太太居然跟自家司机，我的天哪！不仅偷情，还把司机的种抱回来，让苏红红养了20年，这绿帽子都顶到天上去了。难怪苏婉长得不像苏家人，原来是司机的女儿。秦雅芝这心肠简直比蛇蝎还毒啊！秦雅芝，你这个贱妇！不是这样的。爆了！苏家这个亲子鉴定报告的视频播放量破1000万了。头条标题写好了吗？豪门惊天反转，真千金带证据回归，假千金生父竟是自家司机。秦雅芝，我苏宏远这辈子没在商场上栽过这么大的跟头，你让我替野男人养了20年孩子，还让我把亲生女儿当成仇人。秦女士，根据苏董的要求，这份离婚协议里你将净身出户。另外，由于你涉嫌长期的婚姻欺诈，苏董正式向你追求这20年来划破到你和苏婉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你去年买的信托、苏婉名下的3套房产，以及刚才生日宴上那套价值1000万的首饰。宏远，那些资产都是我应得的，这20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功劳？你的功劳就是骗了我20年。那是我的，那是我20岁生日礼物。爸爸，你以前最疼我了。苏婉小姐，根据民法典第157条，基于欺诈行为获得的赠与，在法律上属于可撤销行为。那些东西从来都不属于你，你只是暂借了20年，我才是真千金。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扔出去，除了他们进来时穿的那身破烂，苏家的一根针都别想带走，滚！苏先生，比起被骗，我想您更应该看看这个。苏董，这是刚查出来的，关于大小姐，也就是苏棉小姐2岁那年的旧事。您当年赴美进修，秦雅芝说我在游乐场走失，其实那根本不是意外，对吗？他是故意的，他为了腾位子给那个小可爱，亲手扔掉了我的亲生女儿。档案显示，秦雅芝当年早已与司机王大海暗结珠胎，为了在苏宏远回国前掩盖怀孕的事实，她故意弄丢了亲生女儿，随后借着思念成疾的名义，将刚好出生的苏婉抱回家，伪装成寻回的孩子，上演了一场母女情深的戏码。他算准了您对长女的愧疚，只要苏婉长得有几分像我，您就会视如珍宝。小可爱，我要让他坐牢，我要让他死在监狱里。王先生，在苏家领了这么多年双份工资，现在想走，怕是不合规矩吧？你们是谁？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顾总说了，海城闹出这么大的笑话，你这个男主角不到场，这场戏怎么收尾？带走，顾总的人情可不是那么好欠的。王大海，这些年秦雅芝转给你的封口费，你在林氏买房的流水，还有当年的监控修复件，证据全齐了，你还想扛到什么时候？我都说是秦雅芝，是她让我把真千金扔掉的，她怀了我的种，怕苏宏远回来发现才演了那出戏。我只是个开车的，我都是听她的。苏小姐，真凶认罪，这下你不仅是血脉正统，还成了身负血海深仇的可怜人。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现在可是个个都在为你叫屈。可怜人谈不上。老苏，既然真相大白了，苏眠这孩子的能力大家也有目共睹，那继承权的事儿……是啊，公众盯着呢。这时候要是亏待了唯一的亲女儿，咱们苏氏的股价可受不了。股东大会的结果已经出了，你现在是苏氏的执行正事，以后多学学。苏先生放心，只要苏氏姓苏，我自然会守好他。干什么的？拦住他！爸爸，我错了，爸爸，我错了。爸爸，您别不要我，我知道我不是亲生的，可我叫了您20多年爸爸呀！求您看在这些年的情分上，求您给条活路吧！妈妈已经疯了，我真的没地方去了。滚开！别拿你的脏手碰我！爸爸，我和妈妈现在成了全城的笑话。以前那些围在身边的朋友，现在看到我们比看到鬼还躲得远。没钱，没工作，连那间漏雨的地下室也要到期了。爸爸，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一直把您当成这辈子唯一的亲生父亲啊，哪怕没有那层血缘，这20年的感情，您怎么能说狠心就狠心啊？婉儿，你……爸，媒体都在看着。这种时候，任何一点多余的同情都会变成明天报刊头条上攻击苏氏是非不分、纵容欺诈的利刃。您是想让整个董事会再为您的一时心软买单吗？您先上车，这里我来处理。撒开！苏眠，你现在满意了？看着我和妈妈被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流落街头，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这个可亲生父母、可苏家的扫把星，你为什么不去苏小姐，要不我们直接报警吧？这女人看起来已经疯了。就是，这一口一个杀人的，听着怪瘆人的。害你们！苏婉，收起你这套演给死人看的楚楚可怜。在指控我之前，你不如先问问你自己，当年你们母女设计把我扔在荒郊野地的时候，给过苏眠哪怕一点活路吗？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疯话？什么扔掉？那是意外，那是你走丢了。意外？我的好妹妹，你真的以为我是在回到苏家出现在那场庆功宴之后才第一次见到你吗？你早就见过我，这不可能。你一直待在那个穷地方。是啊，我一直待在那个你和秦雅芝认为这辈子都爬不出来的泥潭里。你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苏宏远的种，对吧？你看着秦雅芝战战兢兢地掩盖真相，看着她换掉了真正的苏眠。这20年，你过得很舒心吧？一边享受着偷来的千金生活，一边在那张金丝楠木的大床上辗转反侧，时时刻刻害怕真相败光的那种。不要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不仅知道，你还参与了，不是吗？所以，当你知道真正的苏眠要回来时，你和秦雅芝就商量着要斩草除根。你胡说！你这个疯子！你为了把我赶走，什么脏水都敢往我身上泼！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苏婉，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具体的细节吗？2年前，海城通往 A 市的那条老国道，那一带没有监控，路灯常年失修，
晚上9点，一辆蒙着厚厚灰尘、没有牌照的渣土车，在那个窄转弯处蓄谋已久地撞向了一辆老旧的面包车。面包车被撞得侧翻，翻进了旁边的深沟里。车里坐着一个刚满18岁，手里紧紧攥着认亲信物，满怀期待来海城寻找亲生父母的女孩。苏婉，你说那个开渣土车的司机拿到了多少钱？是300万，还是500万？足以让他远走高飞，替你们母女背下这桩人命章。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以为处理掉那个司机就万事大吉了？你以为2年的时间足以抹掉所有的血迹？你享受着偷来的人生，踩着那个女孩的骨血，在海城名利堂里谈笑风生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会回来找你索命？不是我，是妈，是他让我干的。他说只要你消失了，苏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不关我的事。苏婉，你觉得2年前那场意外处理得很干净，对吗？那个女孩，她被撞飞出去几米，她肝脏破裂，脾脏受损，腹部的血都溢了出来，内出血的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她躺在那个冰冷的深沟里，看着满天的星星，感受着生命一点点从指尖流走。不可能！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当时的卷宗明明说人当场就死了。就在那天下午3点，也就是事故发生前的3个小时，你名下的账户有一笔20万块的取现记录。这笔钱通过一个地下黑市的洗钱路径，最终进了一个混混的口袋。而那个混混名下正好有辆报废了却没销户的旧渣土车。苏婉，你还需要我把那个司机的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也背出来吗？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妈妈明明说过所有痕迹都抹掉了。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根本不是苏眠，他2年前就死了，是我亲眼看着。我是苏眠啊，是你的亲姐姐呀，苏婉。我回来了，回来找你们母女一笔一笔的讨债。有鬼啊！救命！不要杀我！不是我要杀你！我说你是万世秦雅之让我干的！不要杀我！妈妈救我！他来索命了！大仇得报，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快意。结束了。苏眠，你看见了吗？他们曾经加之在你身上的绝望，我现在原封不动地还回去了。他们毁了你的命，我毁了他们的人生，你的仇我替你报了。苏董，刚刚接到消息，关于苏婉小姐，这种事不需要向我汇报，直接按家属失踪或者治安案件处理。不是苏董，20分钟前，苏婉小姐从她租住的那栋公寓楼顶跳下来了，没了，当场就没了。听说这些日子她精神一直不稳定，天天说窗外有鬼。到底还是选了最容易的一条路。苏宏远，你去死！你给我的娃儿陪葬！保护老板！苏宏藏，婉儿，我的婉儿，苏红，你这个冷血的畜生，是你害死了他！救护车，报警，快打110！雅芝，为什么非要闹到这一步？为什么？苏宏远，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辈子从来没爱过你。嫁给你只是为了钱，为了名分。谁让你当初非要在那场舞会上看中我？谁让你为了摆脱你那个烂透了的家，非要强迫我父母逼我嫁给你？苏宏远，你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吗？其实你只是个让人恶心的暴发户。你骗了我20年。20年，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觉得恶心，就连那个苏眠，一想到他流着你的血，我就恨不得撕烂他的肉。当初把他扔了，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最舒心的决定。婉儿才是我的女儿，是我和最爱的人的结晶。你替野男人养了20年孩子，很有成就感吧？苏宏远，你活该！你们父女都该死，你们都该给我的婉儿陪葬！回吧。
瞧瞧，老总这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倒是苏小姐，这气场真是越来越像这家的主人了。小棉，你跟我来一趟书房。小棉，以前是爸爸不对，我被猪油蒙了心，被那对毒妇骗了这么多年，让你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委屈，甚至回到苏家我还那样对你。以后苏家就靠你了，爸爸老了糊涂了，以后爸爸会尽量补偿你，无论你要什么，股份、房产，只要苏家有的都是你的。如果是真正的苏棉站在这里，听到这份迟来了20年的道歉，或许会哭着原谅。可真正的苏棉早就死在那个2年前的雨夜了。苏董，道歉的话可以留到退休后的晚宴。现在3点钟和海外投资部的视频会议要开始，资料我已经发到您的机要邮箱。另外，法务部提示了关于股权代持的3个风险点，我已经标志好了，需要您这位董事长做最终定夺。知道了，都交给你办吧，你办事我放心。那您保重身体。苏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城东那块地我刚才正式签了，而且成交价比预期价格低了整整12个百分点。恭喜顾总，12个点，这笔差价足够顾氏在明年的财报上添上最亮眼的一笔了。这不仅是顾氏的胜利，按照之前的约定，苏氏在这块地皮的开发项目中占股15%。苏棉，你送我的这份还人情的大礼，我也原封不动的反馈给你了。那是自然，合作愉快，顾总。苏董，海外部的视频会已经准备就绪，几个元老董事已经到齐了，都在等您定夺。顾总，听到了吗？我这边还有一堆老狐狸等着我去收拾。晚上有空吗？顾总这是打算庆功？顾氏楼顶餐厅有个新请的意大利主厨，据说松露做的不错。苏董，关于城东那块地被顾氏抢先签下的事，我们内部还有不少质疑。质疑什么？质疑顾氏给了苏氏15%的干股，还是质疑苏氏在不出1分钱的情况下白白拿到了城东项目的入场券？与其在这里质疑我的决定，不如看看法务部提示的风险点。海外投资部的资料已经发到各位邮箱，3点半之前我要看到你们的执行方案。好，晚上见。苏小姐，顾总已经等候多时了。苏董今天在苏氏那一仗打得很响，如果不打得响一点，怎么有资格和顾总坐在这里吃这顿松露大餐？过去的恩怨已了，未来的棋盘才刚刚展开，而这一次执棋的人是我自己。小棉，这么早？苏董，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这是苏氏集团未来5年战略发展规划。苏氏集团若按现状，5年内将被对手吞噬殆尽；若按方案重组，3年内可完成核心资产的战略跃迁。这个新的控股主体，你的意思是成立一家新公司？是，苏氏集团作为现有实体，继续承担旧有业务，新公司轻装上阵，专注高增长赛道，2条腿走路，风险隔离，利润集中。我来操盘这家新公司。你打算自己出去单干？不是单干，苏董，我是在给苏氏找一条出路，也是在给您找一条出路。我好好考虑考虑。我等您的答复。2周时间我都谈过了，你的把柄就在这儿，你可以选他，或者选旁边的合作条件。苏董，以后全听您的。那些事，那些盘根的小动作都处理完了？都处理完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注册那家新公司？新公司名字想好了吗？新公司的名字我定下来了，叫棉绿科技。你的提议挺好的，苏家有你，我放心，你放手去做吧。谢谢苏董的信任，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你还是不愿意喊我一声爸吗？初始注册资金1个亿，苏宏远出了6000万，剩下4000万，刚好用城东那块地的分红填上。
注册资金够吗？够的。苏总，这是 IPO 路演最后一份城市报告，整整3年11个月零17天，咱们终于要敲白了。飞了13个城市，见了超过200家机构投资人，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是啊，那些投资人的问题多得数不清，还好苏总您一个人就全挡回去了。如果苏家总部能给再多一点的支持的话，这条路会更好走一点。小棉，你看一下，这是苏氏在海城持有了20年的那块核心商业地产。苏氏集团这些年的底子，你比我清楚。这些东西在我手里已经守不住了，但在你手里不一样。明天你去纽交所敲掰，苏氏那边我会对外宣布，完全交给你打理。在法律文件上，苏氏未来的战略决策权和经营者由你全权持有，我就退了。我也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欠你太多，补不完，但这些是我能做的最实在的事儿了。苏棉，你去把它做大。好，爸。苏董，您看，38.5美元开盘，比我们的发行价足足高了31%。海城多少年没出过表现这么强劲的法律科技股了 ？MLKT 终于成了。苏棉，你看见了吗？那个在小县城一个字一个字背出刑法全文的女孩，那个连苏家大门都没进去就丢了命的女孩，我现在站在这里，带着你的名字，站在了世界的中心。你怎么了？是不是这几回路演太累了？没事，通知财务部，今晚全员加薪，奖金按最高标准发。苏董，手机都要被打爆了吧？全是各界大佬发来的贺电，法务圈、金融圈的人都说您创造了奇迹。大多数都是商务祝贺，不用回，放那儿吧。苏老先生笑得好开心啊，感觉他这一辈子的骄傲都写在脸上了。那顾总那边呢？顾氏集团今天可是最大的赢家之一，听说顾总今天在董事会上也提到了咱们。恭喜 ，MLKT 第一天的表现超出了我对你的预期。真是一如既往的顾氏风格。先夸一句，再暗示一切都在他掌控中，最后还不忘强调我比他想的更强。明天有没有空？说正事。正事，见面谈。好。乔健美，这位就是刚敲完钟回来的苏董。顾总推掉了下午所有的国际视频会议，专门在顶层等他。MLKT 的表现比我想象中更稳，看来路演那半个月，你确实说服了那些最难缠的吸血鬼。如果没有顾总当初那块地的原始积累，我也没这么容易在资本市场立住脚。时间过得确实快，快到我都快忘了当初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是怎么互相试探底牌的。看看这个，最近出了个足以改变局势的机会。三国的监管机构正在联合推动金融合规数字化改造，这是一个跨国际的联合标的。监管方需要一个既懂市场又能完美兼容东盟法律逻辑的技术底层，所以他们找了我。这个标的的体量不仅是钱的问题，谁拿下来，谁就掌握了未来10年金融合规的话语权。顾总，这种好事你找我做什么？顾氏在东南亚的金融业务虽然庞大，但始终缺一个坚不可摧的合规壁垒，而你的绵律科技在算法逻辑和合规科技这一块，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合适的搭档。顾总做事还是这么滴水不漏，机会是真的，利润也是真的，但我很好奇，这种双赢的局，你应该有更好的方案去规避风险。这个合作方案涉及到品牌共鸣，一旦签了，就意味着绵律和顾氏在外界眼里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捆绑。顾总，这不符合你的一贯风格。苏敏，这个合作，我不想用合作伙伴的方式，我想以女主人的身份，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女主人？这算什么？顾燕青，你这是在用整个市场给我递一份求婚聘礼吗？如你所见。顾总，这份建议书写的不错，但关于这个身份的问题，我想我需要考虑考虑。好，
我等你的答复。等得起吗，顾总？只要是你，多久都等得起。